我怀孕了，可我丈夫3年前就被诊断出无精症。那时候，我们跑遍了无数医院，看了无数专家，甚至跨州求医。每一位医生都说，我丈夫不可能有孩子。然而，当我弄清腹中孩子的真实身份后，我立刻提出了离婚。德里克一进门，我就脱口而出这个难以置信的消息。他伸出去拿外套的手僵在半空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满是难以置信。你说什么？你怀？可话没说完，他的眼神突然变得冰冷。我的心一沉，赶紧解释，我去女子诊所检查了2次，2位医生都确认我怀孕了。说不定之前的诊断有误，说不定你根本就不是不育。就在这时，厨房里传来脚步声。婆婆索恩太太听到了我们的谈话，她快步走过来，目光直勾勾地盯着德里克手里的体检报告。无精症还能怀孕？你在外边乱搞了吧？她的声音尖利刺耳，几乎是在尖叫。我被她的暴怒吓了一跳，随即一股怒火涌上心头。妈，您怎么能这么说？我和德里克结婚3年了，您真觉得我会背叛他，背叛这个家吗？我本以为德里克会站出来为我说话，为我辩解，可他只是站在那里，眼睛死死盯着我的小腹，一动不动。煎熬的几秒钟过后，德里克终于开口，声音里没有一丝温度，老实告诉我，这孩子到底是谁的？看着他眼中的怀疑与冷漠，我的希望一点点破灭，痛彻心扉。最后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回答：明天你先去医院检查一下，之后我们再谈。说不定你的病情真的好转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被阳台传来的说话声吵醒。索恩太太的声音清晰响亮：你都不敢相信，我家德里克3年前就被诊断出无精症了。体检报告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。结果呢？结果她现在突然怀孕了。这不是野种是什么？我猛地从床上坐起来，胸口燃起一股怒火。妈，您别造谣，事情还没弄清楚，您怎么能跟亲戚们说这种话？可他一把推开了我，我脚下不稳，后退了2步，后腰撞到了阳台栏杆上，一阵剧痛让我龇牙咧嘴。弄清楚？有什么好弄清楚的？无精症就是不能生孩子，医生说的，这是基本常识。要是你没鬼，那你肚子里的孩子怎么解释？我想争辩，可话到嘴边却咽了回去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现在我只能等医院的检查结果。那天早上，我和德里克一起去了市中心的医院。大约2个小时后，医生拿着报告走出来，递给了德里克。你的情况和3年前一样，不可能让女性怀孕。轰！听到这句话，我眼前一黑。怎么会这样？医生，会不会搞错了？如果我丈夫还是无精症，那我怎么会怀孕？我绝望地抓住医生的胳膊。医生尴尬地抽回手，勉强笑了笑。简单来说，索恩先生没有生育能力。他的话如同死刑判决。回家的路上，车里一片死寂，只有发动机的轰鸣声。直到德里克突然开口：把孩子打掉。我愣住了，转头看向他，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把孩子剁了。他重复道，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的路，根本不看我。回家后，我们再处理其他事。眼泪瞬间顺着我的脸颊流了下来。德里克，你真的不相信我吗？我们结婚3年了，你难道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吗？我怎么可能出轨？我也想知道我为什么会怀孕。我也想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他对我的话毫无反应，只是猛地踩下油门。回到家，他径直走进书房，砰的一声关上房门，把我锁在了外面。那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毫无睡意。大约11点钟，我听到书房里传来德里克打电话的声音。他肯定和公司那个合伙人有一腿，记得吗？他以前总说和他一起做项目，总是深夜才回家。我以前没多想，现在看来，那时候肯定就有事了。不管怎样，我不会轻易放过他的。他必须付出代价。我猛地从床上坐起来，浑身血液仿佛都凝固了。
公司那个合伙人是个50多岁的男人，而且已经结婚了。我们之间只有工作往来，甚至很少在工作之外一起吃晚饭。德里克，你怎么能这么污蔑我？德里克没想到我会闯进来，他吓了一跳，随即皱起眉头，不耐烦地挥了挥手，你进来干什么？我在和朋友打电话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怎么跟我没关系？你在跟朋友说我出轨，说我和合伙人有染，这怎么会跟我没关系？我没有出轨，我和他只有工作往来。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？他看着我，突然咆哮道，那你他妈的到底是怎么怀孕的？你以为你是圣母玛利亚吗？怀了个神胎？我盯着他冷酷的脸，心中最后一丝希望彻底破灭了。我突然明白，从他看到第一张孕检报告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给我定了罪。无论我怎么解释，无论我拿出什么证据，他都不会相信我。我决定回娘家待一段时间。我也想冷静地梳理一下所有事情，弄清楚我为什么会怀孕，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。然而，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客厅的灯突然亮了。索恩太太一直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攥着一根扫帚柄，脸色阴森可怕。你想去哪儿？去找那个野男人吗？我本能地后退一步，紧紧抓住行李箱的把手。妈，我只是想回娘家待几天。我只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回娘家？你还有脸回娘家？他举起扫帚柄，指着我的鼻子，今天你必须给我说清楚，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？不说清楚，你就别想出这个家门。我想再解释一遍，可他根本不给我机会。扫帚柄狠狠砸在我的背上，力道之大让我倒吸一口凉气，本能的躲闪。可他步步紧逼，一次次挥舞着扫帚柄，打在我的后背和胳膊上。我再也忍不住了，蹲在地上，双手抱头，失声痛哭。德里克终于走了过来，可他却跪在我面前，声音里带着明显的威胁，向妈道歉，就说你一时糊涂，犯了错。我抬起头，看着他的脸，这张脸我看了3年，可现在却觉得无比陌生。我没有出轨，我肚子里的孩子也不是野种，我为什么要向你们道歉？德里克的脸色瞬间变得更阴沉了。好，既然你执迷不悟，那就别怪我无情。说完，他几乎是把我扔进了地下室。我被迫在地下室跪了一整晚，他们不给我饭吃，不给我水喝。索恩太太还骂了我一整晚，直到第二天早上，我妈妈打来了电话。我一接通，电话那头的妈妈就哭了起来。斯嘉丽，索恩太太昨天给我打电话，说你出轨了，怀了个野种。这是真的吗？我的心一紧，眼泪又忍不住流了下来。妈，不是真的，我没有出轨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怀孕。求您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做任何背叛德里克的事。我把这几天发生的所有事情详细的告诉了妈妈，可她听完后沉默了几秒钟。斯嘉丽，不是妈妈不相信你，可无精症和怀孕，这实在说不通啊。我愣住了，就连我自己的妈妈也怀疑我。直到第二天下午，地下室的门终于打开了。德里克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一份文件，脸色比之前更冷了。然后文件啪的一声摔在我面前的地上，签字。他的声音里没有一丝温度。我低头看向文件，封面上离婚协议书几个字刺眼无比，最上方用红笔写着4个大字，净身出户。我的心沉到了谷底。我快速翻阅着内容，上面明确写着房子归德里克，存款归德里克，就连我白手起家创办的公司也要归德里克。我抬头看向德里克，眼中满是难以置信。德里克，我们结婚3年了，家里的开销大部分都是我承担的，你怎么能让我净身出户？还有公司，我从一个小工作室熬夜熬了无数个夜晚，跑了10几个城市，才做到现在的规模。你从来没帮过我一次，你怎么能让我就这样拱手相让？德里克还没说话，索恩太太就从外面走了进来，双手叉腰，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。为什么？就因为你出轨了？
就因为你怀了野种，丢了我们索恩家的脸。德里克附和道，我已经联系了当地媒体，如果你不配合，明天早上你婚内出轨的消息就会登上本地头条。到时候，不仅你的公司会毁于一旦，你的父母也会因为你抬不起头。你好好想想。看着他们一唱一和的样子，我突然明白了，他们不仅仅是逼我离婚，还想吞并我的公司，让我一无所有。我把协议书扔在地上，咬牙切齿地说，我不签。这家公司是我毕生的心血，我不会留给你们的。而且我没有出轨，我不会签这种屈辱的协议。德里克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，他不再跟我废话。几分钟后，他拿着我的行李箱走了回来。不签对你没好处，现在给我滚出这个家。说完，他胡乱地把我的衣服塞进行李箱。我冲过去阻止他，可站在我身后的索恩太太突然推了我一把。